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有请。李先生，28岁，来自浙江，业务经理；饶女士，33岁，来自浙江，客户经理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今年5月份要办婚礼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哦，现在有点焦虑了。对。领结婚证的时候为什么不焦虑？怎么办婚礼这事儿焦虑呢？因为总想着他能把他的缺点都改了嘛。哦。就是在领结婚证之前也发现了你先生有很多缺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他都有哪些缺点啊？让你不满意啊？觉得？我就感觉他就是心特别大，这里面一点都没有我。哦，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打个比方吧，就是我们因为是同一个系统嘛，虽然是不同单位，但有的时候工作什么都是经常性是在一块儿的。比如说中午我们到了用餐时间，他也跟同事一块儿订饭，他也不会说帮我也订一份。就那次吵起来了，就是他跟他几个同事在里边办公室，他们在那边聊，回头到了饭点，他们自己点好了。这我明明就坐在外面办公室，他也没说出来问我一下啊。他们吃完了，回头出来问我，哎，你怎么还没吃饭呢？我是总以为他自己会点好的，都这么大人了是吗？听明白了，就这事儿。事情还很多啊，比如说下雨天出去打伞是吧？他永远就只打他自己那一边，就是我说你把伞拿过来一点嘛，我被雨淋到了。他说那我挪过去，那我被雨淋到了怎么办呢？真这么干啊，伙计？以后改吗？就是前2天嘛，他还这样。就是那天他去开车嘛，回头他把他包给我了，我就提了他的包，我的包。回头我右手还提了一袋水果。回头他把车开过来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说不是他手里什么都没拿，他什么都没拿，你也别拿呀。那不拿你总不能扔那儿呀？扔那儿呗。反正他就是这样，然后回头不是我喊他把车门开一下是吧？回头我把东西放上车，人还没上车嘛，结果他就把车开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看到东西进去了嘛，我以为他人也进去了。现在我想起那条新闻是真的了，说老公带老婆到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站，后来老公走了，开出去老婆没了。你是跟那模板来的是吧？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老婆没了的呀？跟他说话嘛，没人搭理我们，那我就发现他不在。哎呀，原来是没人搭理。姑娘以后坐进车里千万别搭理他，就让到处找你。你只要以后坐进车里往后排一坐，他一说话你一倒，看他急不急。你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推想一下，你们家现在家务活他都不干的吧？都不干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从小到大，以前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从来没干过这个嘛。哎呀，这个理由太坚实了。从小到大我都这样啊。那你不会，你可以学啊，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。那我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学嘛。你现在学会什么了，孩子？用洗衣机。学会了用洗衣机。哎呀，还会什么呀？别的还在学嘛。哦，还在学呢。碗您会洗吗？碗不会。他不是不会，他是不愿意洗。反正他要吃完饭什么的碗他就放那，他就说啊，这碗我不会刷，你把碗刷了，他就这样子的。哦，哎，你们家换灯泡什么的你会吗？不会。哎呀，你嫁了个什么人呢，孩子？那一开始总想着他能改嘛，他每次都说的，他说我会学，但是他就是光嘴巴说，他也从来不付诸于行动。就是前几个月嘛，我就出去旅游了，回到家里面就是一塌糊涂，他什么都不给你收拾，哪怕你说动一下挪一下他都没有。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，哎呀，你赶紧把衣服洗了，我没衣服穿了。哎，你不是学会用洗衣机了吗？那个时候还没学会。那前几天才学会。你们家电视你会开吗？电视会开。哎呀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跟他从恋爱到结婚生过病吗？生过。对。那他肯定不会照顾咯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，就现在会了。怎么教会的呢？之前嘛，就是有一次我胃疼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自己去买点药吃吧，他就这样。你胃不舒服，他说你自己买药。对，但是他也不是说他不会照顾，因为他以前跟他前女友他不这样的。那他怎样呢？他前女友感个冒，他都是就是开1个小时多车就给人家送感冒药去。就这样。但是到了我这儿他就不这样。那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自己跟我说的。你还老实坦白交代了哈。你评价一下你老婆吧。
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嘛，一点点小事碰到嘛，就一定要跟我争，而且争了嘛，感觉他一定要争赢的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要领结婚证的？谁提出来要结婚的？谁能告诉我？他要催着我领证。哦，你为什么催着人家领证啊？我觉得他比较好，会照顾人。那你为什么同意嫁给他呢？一个连雨伞都不会给你打的男人。就是他每次就是说他没想到呀，或者说他就说他以前没干过这些啊，然后就说以后一定会改的。然后嘛，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期间，他确实感情上面还是比较专一的，就说也没有说跟别人怎么样。哦，就这样。那我仅仅是因为他感情专一。对。啊，你过去谈过恋爱被伤害过是吗？是的。啊，就是因为感情不专一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就变成第一重要的是吧？那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你对感情专一的话，最起码应该对家庭责任感这方面应该也是可以的。是这么推论的，他的逻辑是这么来的。那会儿就是追我的时候，其实还挺会照顾的。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面啊，什么出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啊，都是他来。出去攒业或者怎么样，也都是他干苦力活啊，他帮我扛桌子呀，干嘛都挺好的。但是在一起之后吧，就越来越不行了，就慢慢就什么也不干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你是不会呢，还是有点懒啊？应该是懒吧。哦，懒啊！哦，这次说了实话了。那我觉得就是他心里面没我。我问一下，今天您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，姑娘？我就想知道，既然你说你爱我，也一直说坚持说跟我在一块儿，但是你为什么忽略我的感受，也不帮我承担这些你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？我以前一直在跟父母住的，一直都是由父母照顾的，好多事情也确实不会做，感觉刚跟你结婚的时候，那好多事情也不是很适应。我现在不是慢慢开始在学嘛，有的事情。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是，不怪我，怪我爸妈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我承认我都错了，但是我不是主观故意的啊，要怪我爸妈。哎，我问问啊，这个他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一辈子改不了了，还过吗这日子？你要真一辈子都改不了的话，那你能接受我不爱你，但是还跟你在一起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再多的感情总会在这些小事中慢慢磨灭的，也许以后到时间长了，几年以后可能就剩下责任，可能有了孩子以后就剩下亲情，就这样的婚姻你能接受吗？我肯定不能接受啊。那所以啊，那你又不改？哇，我这次一定会改的嘛。啊，这女生这问题好尖锐啊！从此以后你等着啊。哼，你们俩讨论过生孩子吗？讨论过。肯定都有规划的，怎么规划的呀？什么时候要吧？今年嘛。今年就要啊？谁带呀？我妈带。啊？他每次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碰到事情，就是说，我说哎呀，家里面什么事情，哎呀不行，就我妈嘛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爸妈怎么样？那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，你父母年纪也大了，是吧？你妈身体也不好，你不可能什么事儿你总想着你父母来，然后你自己你就不去做。累吗，姑娘？累，感觉特别辛苦。是。面对这样一种婚姻关系，他们应该作何调整呢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刚女生在问男生说，如果将来婚姻里头没有爱情，他还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？吓了一跳。你要知道，他嘴上说他不喜欢这样的，但他心里开心死了。因为你接下来补充的是，你在婚姻中依然对他负有责任，你依然会对他好，对孩子好，你依然扛起全部家庭。我相信他爱你，但是他爱的是你提供的方便，他不是爱你本人。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说我什么都不会？你在10岁以前有资格说我不会，那么你有一点太娇惯了。你在18岁的时候你还不会，说明什么？你甚至都没有打算让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。当你已经娶了一个媳妇儿的时候，你却说我要慢慢来，我慢慢学，我改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有什么资格做丈夫？你有什么资格做父亲呢？如果你老婆现在问你的是，以后我天天不在家，你能否学会自己做1日3餐，并且洗好碗，并且打扫好房间，能吗？能。能的话我给您，能的话他会把他妈叫来的。对，
他还会叫外卖，无叫妈，无叫外卖，能吗？能。你说的哈，我一般从来不会建议说小两口吵架女的回娘家去，但我觉得对待您这样的丈夫，您需要给他的就是一个空白期，让他在没有任何人援手的情况下，看看能否独立生存。如果自己都不能够独立生存，你就别指望他能够像你的男人。说完了。好，谢谢明达老师。李先生，请问您刚刚站在这儿，从你的太太在这边说你平常如何，什么事儿都不做，一直到呢明亚老师刚刚这样说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丢脸？有。你知道，当你在这儿说了好几次我不会，我在学了，我觉得你没有觉得丢脸。我告诉你，婚姻也是一场竞赛。你老婆现在对于呢跟你领了证这件事情极其后悔，对于呢要不要办婚礼非常犹豫，还说什么哎呀有一天如果婚姻里面没有爱情，你还要不要跟我过日子啊？干嘛过日子啊？亲爱的，都没爱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跑？我对他生完气就对你生气，他会继续这样，有一半是你责任。他说他不会，压着他学会呀，这关没有过，不要到下一课。我就不相信有人会笨到连洗碗都不会，这有多难啊？换灯泡有多难？这不是懒的问题，你就欺负人，你好不好意思你？然后你还要跟他1年内生孩子，你疯了呀？你现在灯泡都要自己换了，以后孩子肯定你一个人带啊，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呢？你如果再学不会这些事情，没有竞争力，我劝他赶快跑。我看看还有没有下一个女人敢捡你。所以亲爱的，你不训练他，那你就承担吧。你不跑，那就活该你倒霉。我讲完了。好，谢谢耐心啊。你今天站在这儿跟我们说你不会，我儿子17个月，他也会按洗衣机的那个开关，17个月的孩子都会按。你28岁前几天才学会。洗碗更简单，我教你啊，水龙头打开，碗放下面，放点洗碗精，刷一刷，水冲一冲，好了。学不会吗？你说你懒，确实是懒。有一个懒到境界说，哎呀，我懒得去关灯，所以我床头放一副墨镜。我觉得你应该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，你知道吗？眼罩都不要了，直接上墨镜。我觉得我形容的就是你给我的这种直观感受。然后你找了一个大你5岁的妻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找回家里可以干活，当保姆。我印象很深，你跟我们大家说啊，我父母就一直照顾，人家不是父母照顾大的吗？人家凭什么嫁给你，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什么活都干？再来，我们讲说妻子做家务这件事情，美国有一个调查，就是在家庭当中，妻子承担全部或者是大部分的家务的家庭，幸福指数都非常的低。而且现在男女平等，大家都出去工作赚钱，凭什么女人就要做全部的家务？你就躺在那玩手机看电视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希望你能做调整，给到你的爱情建议就是，对待爱人要把他想在前面，他吃没吃饭，上没上车，淋没淋雨。对待家庭要承担责任，分担家务。对待未来要改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不想被疼爱的，也没有谁是不懂得疼人的。关键是看他想不想做。如果他不想做，说明他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付出。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，如果你持续这样下去，将来你能够接受一个不爱你的我吗？你说这样的话，说明你有这样的潜意识。像极了一类妇女是为了孩子而活着。老公不爱我没有关系，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有孩子我就能活着。但是你不能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这会儿你还只是要做家务。你想想看，自己左手抱着孩子，右手在医院打点滴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自己怀胎10月，连翻个身都困难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呼呼大睡，根本不顾你的死活，你怎么办？
难道你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去产检吗？去了又回来，自己一个人到医院去挂号吗？自己一个人坐月子吗？你跟守寡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知道你的父母想到此情此景，内心会不会心疼你？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，其实今天是谈到了底线的问题，只想对男生说，一个男人老说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注意，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，只是你太懒，懒到不尊重别人，欺负人。拜托你有点准则，绝对不能生孩子啊！现在听明白了没有？至少有一点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作为一个妻子，在生活当中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。明不明白？不要丧失自己的基本权利，但至少现在不能要孩子，否则的话是3个人的痛苦。就这样。好，时间。30岁不是出嫁的极限，与其嫁这么一个老公或者那样的老公，那还真不如一个人过得快乐和逍遥。这应该是现代的父母对现代的孩子说的一段话，尤其是有女儿的人啊，别催着孩子去嫁，别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给他们巨大的压力，所以最后嫁成什么样了呢？其实这个选题让我们大家前面是笑，你深度想下去特别的心酸。男生啊，你要长大了，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听明白了吗？米娜老师说那个主意特别对，5月份的婚礼吧，能把家里面差不多打理好了，看到个样子了，态度真的表达出来了，咱再办那个婚礼，否则婚礼都可以不用办啊。当然你说我还爱他，我还愿意帮助他，我还想给我们这个婚姻一剂猛药，今天真的别出来，一定要让他感受一下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，让他去奋进。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刺激到他，我觉得这也就到尽头了吧。记住了吗？所以你的态度很重要啊，自己掂量好不好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以前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可能我一直都是父母照顾的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家里家务活，洗衣服啊、洗碗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做的。那些换灯泡啊这些事情我也都会学的。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好吗？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以前这样子了。但是你同样的话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每次吵架你都是这样说，到后面你也没改。这一次我真的会改了。但是你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改好啊。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很对。好，时间到啊，不用总结我们老师说的对不对了，你现实生活里能改就行了。回去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就像我想给我老婆一个惊喜。不是送花吗？你送呗，这不叫惊喜，拿去呗啊，我都看见了。亲爱的，以前我知道是我一直不对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以后我一定好好改正这些之前的这些毛病。你原谅我好吧？我要是你，我就说改好了你再来找我，花还他。请回吧，2位。请关门，请开门。